因为中国，美军士兵压力大到自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美军高官此言到底有何企图？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媒《今日美国报》的消息称，在7月27号，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军士兵自杀死亡的情况日益严重，指挥官们不断要求更多军舰和战机进行海外巡逻。为了应对中国威胁，现在美军已精疲力竭。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依旧将中国视为美军的第一个挑战，为此还签署了一份内部指令，并要求其国防部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并保持优势。不得不说，这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因为中国，所以导致美军士兵压力大到自杀，这番话也不知道美高官是怎么能说得出口的。要知道，近几年在美国的主导下，中国威胁在亚太乃至世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一时间，似乎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侵略性，正在大力扩张领土似的。但实际上，连中国的渔民打鱼都能被美媒渲染为中国的海上民兵，可想而知，美国人口中的积极扩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反倒是美军一直在世界各地积极行动，行动也就算了，现在美军高官发出因中国所以美士兵自杀的言论，到底有何企图呢？据了解，在过去的3年中，美军的自杀率确实一直在上升。在2018年，美军中有326名现役军人自杀。另据五角大楼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和2020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350到385人。截至2021年度第一季度，美军现役军人自杀人数虽然比2020年略有下降，但趋势依然不容乐观。但这又关中国什么事儿呢？有观点认为，目前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了6个战区，由6个司令部管理。尽管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中央司令部减少了对军队的需求，但其他几个司令部一直在积极寻求增派美军，而理由通常都是要对抗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所在地区只属于印太司令部的作战范畴，然而这完全不影响其他地区的官员来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而向美国国防部索取更多的资源。再加上美国现在什么事情都要往中国上扯的尿性，五角大楼高官也就有了将自杀率上升与中国威胁联系在一起的言论。对于这一言论，只能说，如果美国持续四处渲染中国威胁，来给自身树立假想敌的话，那最后受罪的只能是美国自身。拜登公开挑衅普京，伊朗、俄罗斯相继表态，美国腹背受敌，局势再次升级，美国霸权将到头。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随着局势紧张感上升，美国不断频繁进行外交，并在经济上实施威逼利诱，将整个局势弄得乌烟瘴气。在这一情况下，局势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家反抗美国的霸权主义，不再对美国所作所为认同，公开进行表态。据中新网报道，拜登表示，俄罗斯拿得出手的就只有核武器和油井，直言美国很多方面强于俄罗斯，后者再补救也是徒劳。对于拜登的挑衅，俄罗斯硬核放出狠话，直言美国是井底之蛙，美国的话语暴露了其无知，这是对俄罗斯错误的看法。其实也不是俄罗斯首次硬核回话了，而且除了俄罗斯，还有一个国家也曾公开表态，直言美国不好。那么加上俄罗斯是哪2个国家呢？一是伊朗。据新华社德黑兰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言不能相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说辞，美国心口不一。他对伊朗的制裁从未停止过，也没有践行之前的诺言。伊朗一旦继续听信美国的承诺，对西方持续性依赖，很可能会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并将走向死亡。事实上，伊朗这番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伊核谈判上看，美国并没有改变原来固执的想法，也没有试图挽回两国的关系，还是我行我素，企图进一步加大砝码，要求增加新的要求，想从中再捞取更多的好处。而哈梅内伊这番表态也间接地说明，伊朗不会相信美国的新说辞，打算加快实现自我独立，摆脱美国的束缚，继续在反美这条道路上执行。二是俄罗斯。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对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做出看法，直言俄罗斯和美国不是合作伙伴关系，而是对手。尽管俄罗斯频繁对美国有过合作的意愿，但现实是两国并没有过同伴性质的合作。
在俄美两国关系中，不应该对美国抱有幻想。两方会谈看似融洽，但也仅仅是某些方面的突破。而考虑实现俄美两国盟友走向，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想法。不得不说，俄罗斯这番对俄美两国关系的看法，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后一步对美策略。尽管俄罗斯话语说得很委婉，但还是透露出了对美国的不看好。俄美两国关系基本不会走向盟友，只会存在对手关系。而美国再挑衅俄罗斯，后者是绝不会留情的。美国只要敢越界，俄罗斯就敢打。霸权末路，伊朗、俄罗斯相继表态，美国腹背受敌，这说明美国的霸权即将到头。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屈服于美国的打压，试图反抗。美国已有下滑的趋势，相信美国政策如果不做出及时的调整，更多的声讨会接踵而来，美国会面临比现在更局促的局面。美军驱逐舰再次横穿台海挑衅之际，美军参联副主席海顿上将却大泼冷水，表示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军将惨败。身为美军上将的他为何会下此结论？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近年来，美军驱逐舰在台海地区频频挑衅，数次穿越台海，故技重施，蓄意破坏台海地区的稳定，插手中国内政，其根本目的就是阻挠我国统一，遏制我国崛起。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28日，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再次穿越我国台海峡，公开对我国进行挑衅。东部战区随即组织兵力对其进行了监视警戒行动。这已经是自今年1月份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军军舰第7次穿越台海峡了。美军如此痴迷在台海地区进行挑衅，给岛内顽固分子撑腰，他们就真的这么自信能够插手我国台海问题吗？其实不是，美军其实对于潜在的台海冲突其实也没有底气，数次进行模拟作战，结果都让美军失望。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7月27日报道，美参联会副主席海顿上将透露，美军在去年秋天进行了一场中美战争推演，并且在这次推演中尝试了改进后的作战战略，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海顿将军甚至表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据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美军推演中美冲突，美军失败了。早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美军连续3年都进行过中美冲突的军事推演，结果美军2次惨败，1次惨胜。美军甚至提前将还在研究的第6代战机等还未装备，甚至有些还在理论中的武器投入了战场，才获得了那次唯一的惨胜。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美军全球作战经验那么丰富，武器装备那么先进，为何在推演中那么的不堪一击呢？还是美国自己弄的推演？这难道就是美军的真实战斗力？其实不然，据相关人士分析，美军在推演中连续失利，主要是由于美军是远距离作战，解放军是在家门口，所以美军不占天时地利。而武器装备虽然美军占据优势，但是解放军经过几十年的快速追赶，目前与美军的差距不是很大。比如说航母、五代机、万吨大驱等，美军有的，解放军也有，再加上火箭军的支援，美军毫无优势可言，被打败是迟早的事。再加上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14亿人民都在热烈期盼祖国统一。台湾对于中美两国的重要性不一样，所以中国又拥有了人和优势，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解放军怎么能不打败美军呢？美驱逐舰再次穿越台海，其实也是在给美军自己壮胆，不断试探中国的反应。就如美将军所言，台海一旦发生冲突，美军一定会惨败。因为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是不会变的，14亿中国人民敢于击败一切来犯之敌。西方媒体警告英国航母在南海不要轻举妄动，声称中国火力令人畏惧，还称其面临40年以来最大的危险。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近期已经穿过马六甲海峡，目前正在南海海域进行活动。据此前报道，此次英国航母将会在南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美媒甚至还怂恿英国航母勇敢地向12海里主权红线进行挑衅，这令原本就已经敏感的南海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也让南海成为了全球的焦点。最近西方媒体也在持续关注此次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南海之行，大谈此次英国航母亚洲之行的使命和影响，并宣称此次英国航母舰队是自英阿马岛战争以来英国最危险的军事部署，警告英国航母在南海不要轻举妄动，因为解放军的火力令人望而生畏。
近期，西方媒体 The Article 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后的南海使命让她陷入危险之中》文章。文章表示，解放军将会全程监控，随时应对英国舰队的任何不当行为，并且中国不会放过此次近距离研究英国航母以及西方军舰的机会。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护卫舰队其实是一个多国混编舰队，有来自美国和荷兰的军舰参与其中。文章还认为，美国在40年前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中，虽然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从过程来看，英国舰队面临的威胁也是巨大的。而中国的军事实力和阿根廷有着天壤之别，面对强大的解放军，英国航母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轻举妄动。因为如今中国使用的武器装备不可同日而语，解放军庞大的军火库令人生畏。可以说，英国航母从进入南海开始，就暴露在解放军无数的飞机与导弹之下的，这是40年以来英国海军面临的最大的危险。英国想要增加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从伊丽莎白女王号此次将访问40多国可以看出，英国对于重返亚太有多么的迫切，不然也不会明知会惹怒中国，还冒着巨大风险进入南海海域。不过，英国似乎也非常犹豫，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还未到达亚太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向中国进行了解释，声称英国此次来南海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有意的为紧张局势进行降温。不过，美国似乎不希望英国这么做，还试图拿英美关系来胁迫英国。美国航母不敢做的事，现在想让英国航母去做，这摆明是想拿英国当枪使。之前在黑海，英国驱逐舰就在美国的怂恿下，勇敢地进入俄罗斯海域进行挑衅，被俄罗斯用炮弹狠狠地教育了一次，在国际社会丢足了面子。而美国只是口头上谴责了一下俄罗斯，这明显是在拿英国去试探俄罗斯的反应。现在在南海，美军又想故技重施，只要英国不傻，应该不会上美国的当。奉劝英国能够重视西美给出的警告，不要轻举妄动，要对解放军的火力产生敬畏之心，不然很可能重蹈黑海的覆辙。英国好不容易挽回的面子，很可能在南海再次丢光。